1911年春天，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报纸，从此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广州发生的反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并导致他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风吹日时，当年校园的墙上，毛泽东18岁时写的那篇文章早已无踪无影。幸亏当年冒险闯进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用笔记下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回忆。毛泽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他早年心中的偶像，梁启超的文章他甚至要读到能够背诵为止。但自从知道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占据了他心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孙中山是怎么知道毛泽东的？孙中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人在会上的发言，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的。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还当选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怎样认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选择？我们必须把目光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地方。这次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列宁病逝的噩耗传到了广州。对列宁的逝世，孙中山万分悲痛，他当即提醒大会发出唁电，休会3天，下半旗致哀，亲笔书写了国有人师的挽词。他曾说，我与列宁虽然距离万里之远，精神却是相通的。列宁最早知道孙中山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遥远中国的变革使流亡中的列宁精神为之一振。列宁对辛亥革命他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有个星报，他专意在辛亥成功以后开辟一个中国革命号的专题，有人写文章用题目叫做龙抬头，龙抬头来歌颂中国的民主辛亥革命的功绩。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3个月后，孙中山便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饯别之时，他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演讲。结果孙中山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4个月以后就出现在比利时的那个布鲁塞尔人民报上，又过了几天就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这个涅瓦明星报上。孙中山着重讲了自己辞去大总统后将致力于社会革命，以建设为先，希望通过和平建设的道路在中国建无数个上海。列宁看到这个文章，列宁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也就是列宁那个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在这个文章里
一方面肯定了孙中山这个就是改变国家命运、谋求民族解放这个意愿和他的志向，他想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另一方面，最根本的，他就说列宁认为造成无数个上海不能靠建设，一定要革命。列宁的这篇文章，孙中山是否看到过，人们不得而知。但事实却印证了列宁的判断。中国在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共和时代后，袁世凯所代表的强权政治势力根本没有给孙中山解决国家政治前途的机会，也根本没有建设无数个上海的机会。1913年3月20日夜晚，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事件背后的黑手就是那个以拥护共和为名的袁世凯。他在窃取临时大总统后，立刻破坏民主，推行独裁，掉过头来向国民党开刀。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又很快被袁世凯镇压。被扣上乱党之名的孙中山只得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虽然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只维持了83天，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死去。但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纷争，把中国推进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战火频仍，百姓涂炭。靠什么去救中国？救中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1917年11月7日，北洋政府驻俄公使刘敬仁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报告了10月革命的消息。电文说，晋俄内争异烈，广义派势力议长，要求操政权主合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城内各机关已尽归革命党掌握。但这个重大的消息却被当时麻木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员收到后，耽搁了20天才报送。而北洋政府做出的决定是拒绝承认10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召回了刘敬仁。10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却极大地激励了孙中山，很快他便通过中间媒介专门致信列宁，表示敬意。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早在1896到1897年滞留伦敦期间，他就在大英博物馆涉猎了马克思的著作。社会主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曾说，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发展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1905年初，孙中山又再次来到欧洲，还专门去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2国际书记处。当时比利时的报纸《前进报》《人民报》《社会主义者》都刊登了孙中山去访问社会党国际局，就第2国际的主席马德维尔的他的书记戴斯曼，他很诚恳地
希望能够接纳他的革命党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大家要顶顶。第二国际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请求，他最终选择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列宁的崇敬。屡遭挫折的孙中山深有感触地说：俄国革命虽迟我6年，却获得了成功，我虽早6年，革命却仍然失败。他说列宁是革命的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圣人，是最好的模范。如果没有10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答案是，正是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当时的中国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冲破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曾回忆说，1918年的冬天，他在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一次聚会中，就听过李大钊那篇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顶着凛冽的寒风，李大钊说，旧世界在社会主义潮流面前，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如火苗点燃了人心。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的5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时间在中国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了400多种。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1919年6月11日，当时在北大当教授的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向群众散发传单时，遭到北京政府暗探的逮捕。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刻在上海召见了北京政府代表，严正指出，逮捕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北洋军阀是不错的。他还说，如果你们敢把他杀死，死了1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于同年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1920年2月，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再次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在护送他离京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商量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漫漫雪原之上，一辆单薄的驴车，2颗火热的心脏，就这样与中华民族的前途连在了一起。1个月后，陈独秀出现在孙中山上海的家中。他是应邀来出席中山先生家宴的。这次见面，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没有见到记载。孙中山并不知道陈独秀正在致力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这位青年领袖的活力与锐气感染了他。此后不久，孙中山就专门为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亲笔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
不久，陈独秀搬到了离孙中山家不远、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的一栋普通民宅，这里成了他的家，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很快，那些几经探索、斗争和曲折的有志青年们便陆续汇聚到这里。毛泽东也曾来拜访过陈独秀。此时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已发展为具有现代都市规模的繁盛商埠。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在这个远东的大都市里，聚集起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时起开始走进低矮的工棚，走进喧嚣的车间，去传播真理的。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走出工棚，挥着红色小旗走向街头。北京、武汉、广州都出现了类似的景象。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地纪念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十分特别，400个页码的厚厚专刊上，不仅刊登了名人们的题字，也刊登了工人们的作品，还详细介绍了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列宁密切关注着远东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风潮。列宁参加了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列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这个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所以列宁就说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建立苏维埃，你们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要走苏俄的道路，我们帮助你，然后你可以在苏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推翻了县政府，直接过渡到这个共产主义。从1920年4月起，共产国际便开始陆续向中国派出自己的代表。第一个被派来的是维京斯基。1920年4月，他到中国后，先后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对李大钊、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不久，共产国际又专门在远东的伊尔库斯克设立分局，由维京斯基出任远东局领导人。这里也是远东铁路的重要一站。远东铁路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从相望、相识到心手相握的纽带。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准备建立一个政党的时候他们非常需要这个得到这个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的经验那么共产国际这个时候恰恰能提供这种帮助。那么从这个苏维埃俄国来讲当时他的处境呢也非常困难所以他希望这个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都能有这个革命来这个兴起，能够和它形成这个呼应所以他们也是需要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支援。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紧接着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也陆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古老中国新的历史航程从此发端。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
很快，他们便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们取得联系，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一个看似平静、没有喧嚣的日子里，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石库门房子里，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最年长的何书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28岁的毛泽东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他除了做记录外，只发过一次言。他不像在座的其他人那样有过留学的经历，可以引经据典谈理论，更多的时候他都在倾听与思考。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在凄风苦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任何幸运的光环，等在他前面的是不尽的坎坷、苦难。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由于被密探发现，会场遭到了包围搜查，会议被迫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个50多人的党，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能成多大气候？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好。马林在会上做了长时间的发言，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但马林却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还缺少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久，马林便南下桂林，拜访了正在那里组织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在他的大本营，马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谈了3次，提出了3条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二是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三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崇敬列宁的孙中山相信马林给他传来了列宁的声音，但他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些建议。陈独秀也从独立性角度对是否加入共产国际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中国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共产主义怎么搞，这样是让看，所以不要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这个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也不要共产国际的钱。他说拿了人家的钱，那么就要跟着人家走。对马林提出要求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更加反对。陈主席听得火了，坚决反对。有个卫生局写信，就是说明大概说明6、7个理由吧，主要说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思想基础不同，基础不同，理想也不同，这个事情就暂时搁下来了。但事情并非那样简单。1921年10月4日，正在家中开会的陈独秀等人突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为了营救他们，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马林。就在云阳里呢，5个人同时被捕了。他事后才了解到，
这次主要是马林，从那个第三国际的经费里边实钱把它引进出来了，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陈志友蛮感动的。深入到斗争实践中的年轻共产党人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从这一点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的目标上，不就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吗？在中共一大召开1年后，1922年7月，中共2大便在坚持一大所规定的党的最高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的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把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同将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形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这个决议呢，就特别指明要跟国民党联合，中共要联合国民党，共同推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党外的平行的、平等的联合，其实共同的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而且绝不是投降。但是孙中山却不接受党外联合，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认为应当正视这个现实，接受这个条件，并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指示是印在马林的衬衣上带回上海的。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明确，就是在中国现有的党派里，国民党是唯一国民革命的政党。第二呢，就是共产党应该跟他国民党合作。第三呢，就是同时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要独立的去做工人运动等等这些。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特别会议，经过艰难的讨论，通过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条件下，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是中共在国共合作政策上的转折点，史称西湖会议。此前不久，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所部4000多人围攻大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这是孙中山一生遭遇无数背叛中最严重的一次。正在他孤立无援之时，中共中央指示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这一举动使他大为感动。如他自己所说，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变利器。他托人转告马林说，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脱离险境回到上海，孙中山便在这里会见了李大钊。
并特意请陈独秀担任了国民党党纲起草委员。当夫人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的回答是：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1923年元月1日，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党纲公开发表了。这是国民党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发表自己的宣言与政纲。17天后，苏联驻华全权大使岳飞来到上海。他来华的使命本来是与北方的北洋军阀恢复外交关系，并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但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毫无进展，于是便以养病为名去南方找孙中山。他在上海待了10天，几乎每天都与孙中山接触，终于有了收获。1月26日，影响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文件《孙文岳飞宣言》公开发表，成为了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的关键性标志。同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发展到了高潮。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时，遭北洋军阀横加阻挠，引发空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血腥的镇压给共产党人上了更残酷的一课。独立的工人运动若没有其他革命力量的联合，就无力打倒反动统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是什么？30多名代表经过2天热烈讨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这是一个既有利于国民党改造，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政治舞台的重大决策。1923年10月，一个叫鲍罗廷的苏俄驻中国代表携夫人一起来到了广州。他的到来使孙中山由衷的高兴。鲍罗廷随即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和国民党中央的高级顾问。孙中山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这个外交能力特别强，第二，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这个英语，而且说话语气很和婉，并不是像这个马林那样是咚咚咚咚的大嗓门这样出来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个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大会代表165人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实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标志着第1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经孙中山提名，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占委员总数的1/4。一场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从此拉开。